事，一起聊家事。大家好，我是住得好，我是卫斯理。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全球暖化严重，炎热的天气在台湾已经成为常态了。空调几乎是家家必备的必需品。设计家网站针对20至50岁共1246位网友发起的网络问卷大调查，统计出居家消费力的空调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依旧邀请我们4位的好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他们会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他们如何使用空调，或者是他们如何采购空调。让我们一起欢迎他们吧！欢迎。那我们第一题就要想要来问一下我们现场的好朋友们你们家中呢大概是几房几厅？是不是每一个房间都有空调呢？我们家是2房1厅，客厅有，后来2个房间也都有冷气，会很常开就对了。对，不管是夏天或是冬天，冬天也要开空调？开暖气啊。哦，那李李妍呢？我们家是3房1厅，夏天的话当然不用说，因为台湾天气真的是没有开，真的是很不舒服，所以一定是都开着，有人在才开，没有的话就不开。毕竟这个夏天的电费真的是非常可观。对啊。那轩轩呢？我是住套房嘛，一定要开吧？没有冷气的套房绝对不要租，不能没有冷气啊，好热哦。那米莎呢？我是睡觉的时候不想开，我觉得会让我有点太干了，尤其是我们家是有点西晒的，所以一定要开。夏天的命是空调给的。那住得好，你家也是每一个房间都有空调吗？我们家也是间间都有空调，而且我们家是连更衣间都有空调。更衣间都有空调，真的。根据我们的调查，高达70%的民众家中每一个房间都是有安装冷气的。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叫做每一户都有冷气，是每一个房间都有冷气的时代已经来临喽，已经来临喽。那接下来想问一下大家，家中是装什么类型的空调呢？我们家是那个分离式的变频冷气。那想问一下，为什么会选变频冷气？好像比较省电。金牛座的爸爸就是比较省电，因为我家是大金的，大家都是说就是也比较耐用。虽然它买的时候会比较贵一点，可是实际上电费换算下来，其实是还蛮省的。会因为有小孩，所以你觉得冷气应该要很常使用？我们的冷气就是有暖气的功能，其实当初也是有考量到有小孩，他还小的时候，房间换衣服的时候，尤其是冬天，就比较不容易着凉。冷气开暖气的话，好像也比直接用暖气机来的省电。莉莉安呢？我们家有分离式跟窗型。你家还有窗型？等一下，我们的贵妇莉莉安，对啊，居然第一怎么次出现有窗型。为什么会有窗型？是因为就是格局的关系，它就是靠在窗边，用分离式，它那个要拉的管太长了。哦，对，管线问题。对，其实还是有看一个房子的格局。分离式是装在客厅。问一下租屋组的轩轩轩，他们刚刚讲了那么多的冷气，我根本分不清楚什么是什么冷气。房东给我什么我就用什么啊，因为租屋族好像不太能有选择，对不对？对。好，那我们问一下米莎。我们家因为我有妹妹，然后一人一间的关系，所以大部分还都是分离式，还比较方便。让我们来看一下图表，民众都装了哪些机种？第一个以分离式冷暖变频占48%为最高，第2名是分离式的单冷变频占32%，第3名就是窗型变频空调占了14%。听起来超级复杂，但其实逻辑性来说，其实就是最主要来讲，都还是以冷暖为主。多一台机器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其实是相对比较麻烦。但是我现在如果一个空调，我同时拥有冷暖气机的话，这样就可以减少一台机器的摆放方式。在选择的时候呢，其实建议大家是可以按照预算来选择变频或是非变频的冷气。那非变频的冷气呢，它其实耗电量是比较大的，长期累积下来的电费是蛮可观的。那如果是变频冷气的话呢，它可能是一开始在买的时候是稍微贵一点，但是它可以帮你每一年省下不少的电费，所以可以看看个人的角度还有你的预算来做选择跟考量。我想要问一下在场的好朋友们就是你们平时大概在家使用空调的时间大概有多长？都是吹个几度？夏天的话会比较长，今年和去年都有居家上班，因为很热，所以就会开着。那大概都会8个小时以上，应该超过，因为如果还加晚上的话，那大概都可能有16个小时。莉莉安呢？使用空间跟时间来讲，我觉得要看当时的空间还有人数。那我基本上如果我一个人在的话，大约就是24度、26度。24度，很低耶。我来问一下租屋组的轩轩。我差不多就是开26、25度左右，
基本上是一下班回家我就会开冷气。那算下来有10几个小时。我的家是有对外窗的，只是我还是喜欢吹冷气，然后盖那个厚棉被。北极熊会恨你的，就想说北极熊真的很抱歉。那你？也可能是因为我也不太爱吹空调，然后我们家是有那个循环扇，我觉得循环扇很凉所以我大部分都会定时，就是1个小时它就会自动停，我就会开窗跟循环扇就够了我不太喜欢空调一直开，从空调房出去外面会有。对我很不喜欢那个感觉，所以就不会开太久，就觉得舒适就好了。尤其在冷气房里，就是加一个循环扇，可以帮助那个冷空气做流通，所以其实你在那个冷气的温度上就不会开那么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图表，根据设计家的调查呢，有72%的民众在夏季最偏好的冷气温度是25至27度，其次是20至14度。其实这个部分占了16%，再来就是政府一直很推广的就是冷气要有28度左右是最适冷气的温度嘛，只占9%。那我们接下来解答一下，就是开这个空调的时间。民众在夏季开冷气的时间其实越来越长。设计家网站统计出呢，一天中开冷气长达10小时以上是最多的竟然高达30%。接着分别是7到9小时的28%，以及4到6小时的27%。由此可显示，其实大家对冷气的依赖是非常重的。想问一下现场来宾，你们多久洗一次冷气，或者是有没有去找一些专业的厂商来帮你们洗过冷气的经验呢？这个我是有的，就是因为我弟弟也是做冷气，对，所以只要有什么问题，我就会打电话说，赶快来洗冷气，帮我看一下是怎么样。这几年开始就是兴盛比较有这个观念，不然以前小时候我从来没有看过我父母在洗冷气的那洗出来的水真的是绝对要洗冷气。我们家也是有洗过冷气，当然就是除了平常你自己清洁滤网之外，那我们大概就是定期在1到2年就会请人家来洗过。最后我们来问一下租屋族，你有帮你的房东洗冷气吗？我先说我知道滤网需要洗，所以呢，我通常一搬进去的时候我就会洗，但可是就洗那么1次。对，但我看网络上就是有很多那种广告，就是洗冷气那种广告，很疗愈，可是我又不想花钱帮房东洗冷气。其实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洗滤网跟清洗冷气，这其实是2件事情。就是除了滤网要洗之外，就是冷气本身也要做一些专业的清洗。所以刚刚像历练还有就是我们爸爸讲的，就是有请专业厂商来清洗。那其实现在也有卖一些 DIY 的道具啦，就是像 PC Home 也有，就是你可以自己买一些就是清洁剂回来，然后自己用喷的，对，其实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清洗。其实也是有找就是厂商来帮我洗过。我跟你说，那上次洗完整个吓到，那真的是有够脏，因为它洗不单单就是只有洗它的机器，它是连那个室外机它都会帮你清，它就整个拆下来，所以它的那个专业的程度，我自己觉得花这个钱其实是还蛮值得的。那现代人的那个使用空调的频率是真的很高的，但是呢，定期清洗冷气的习惯只有25%的民众有，真的很少。那有16%的民众，他们的观念很好，是1年清洗1次空调。那有13%的民众呢，是要到换季的时候才会清洗。另外还有12%的民众是，发现空调怎么不冷啊？这个时候才会想到要清洗空调。其实根据我们就是台湾的一个夏天的使用频率的习惯，其实大家帮大家查了一下，其实家中的空调清洁频率其实应该是2个礼拜到1个月就要清洗1次。那如果你今天是属于商用空调，比方说在店家里面，你其实3到6个月其实都要清洗1次。然后最主要其实你就是刚刚提到的嘛，你至少空调的外壳啊、滤网啊，或者是说你主机至少要稍微擦拭过，那至少在换季之前你可以去做个清洗。这样其实都对观众朋友有一些帮助的哦。接下来根据设计家网站的调查呢，我们可以发现有高达70%的民众从未请过专业的技师到家中清洗冷气，这个比例真的非常高可见大家其实对这个观念是非常陌生的哦。第一个是其实你大概每2年，你请专业的厂商其实去帮你深度清洁，可以做到3件事。第一个是所谓的你的健康，为了你健康着想，因为它是跟呼吸道有相关的。那第2个其实就是它真的会比较省电。第3个呢是让你的机器的使用年限可以增加。那再来，我们想问一下，购买空调的时候呢，考量的因素有哪些，以及在使用上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希望省电，
那之后能省钱，就是可能买机器的钱会比较贵一点。我会觉得还是以后面的节能省电为主，因为我家是买大金的。那时候也有看到路上很多，因为你主机一定是挂在外面嘛，可我就看到其实大金的它的室外机，其实感觉大部分有装的人都保持得还不错。希望大金看到我们这个地方愿意抖内。对，谢谢大金。莉莉安呢？我比较在乎的是售后服务，像我们家是住北投，在北投比较特别来讲的话，就是做防锈这个部分也是售后的一个就是服务里面，它都是有加价在里面。那如果说之后要做这些服务的话，就是再加钱，但是他愿意帮你做这个服务，我觉得这就很重要。那我们像 Misa，长大以后就是想说把自己的房间换风格，重新粉刷我自己的房间。旧的冷气很黄，那我就自己去研究买空调。日系品牌大部分都蛮静音的，对晚上睡觉睡眠品质来说差很多。那近年呢，政府其实在推动很多节能的政策，那环保意识也很抬头。那像刚刚 Misa 其实有在跟我们聊天中提到，她买了一个1级节能的变频空调。那想问一下，为什么会选这个1级节能的变频空调？因为当时我也不了解，是因为新店员就是讲解以后才知道，其实长时间开空调的话，尤其是1级节能省电来说，它可以让你省下非常多不必要浪费的度数，而且并且量得很快，就是它的功效会比一般的可能2级、3级来得好。那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图表，你会希望改善空调的哪些功能？那第一个的话，同样就跟节能相关的事情，就是节能家电啊，更省电啊等等的。第二名的话，希望是价格的部分能够有一些优惠啊，或更便宜。那3到5名分别就是安静。第二个就是要对环境友善，其实我觉得环保意识太多，所以对环境友善很在意。第4个就是所谓的冷房效果、功率的问题。那接下来想问一下，大家都从哪里得知空调的资讯，以及你们会在什么地方购买空调呢？我的话就是以前家里就是我爸爸可能装什么的话就会影响，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看广告，一般该听，类似这样。像我们这集。那我们问一下轩轩，可能滑手机啊，一样就是看到广告。我那时候因为自己挑啊，当然首先是看外观，然后再来听店员介绍吧。根据我们的图表上面也有去帮各位做一个分析，有39%的民众其实是从网络上面去得知这些商品资讯的，那有21%的人是透过亲朋好友的推荐来去选购，有12%的人是因为他曾经买过这个商品，他再次回购。那我们刚刚在聊的时候，其实 Misa 有提到说，就是他自己在采买冷气的时候有根据冷气的外观，然后做一个选择。但我想问一下，冷气都长得一样啊，全部放在一起比较起来是有差的，因为白还是有分不同的白。那因为当时我是为了配合自己房间的设计。爸爸那时候在买的时候有很在意这件事。如果我会在意的话，我就会直接做吊顶式冷气。Lilian 呢？你那么重视美观的人，应该是会看吧？这次跟爸爸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其实我不想要看到冷气。是我们在那个设计家网站的那个民调显示啊，有51%的民众呢会在连锁的3C 电器卖场选购，像是全联啊、灿坤啊、全国电子、全国电子啊，然后还有灿坤嘛之类的地方。那再来像是 Costco 好像也是有很多人选购冷气的地方。对，也有。其实就是选购冷气的部分，还是在实体的卖场居多啦。在这边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有知道什么冷气品牌吗？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聊了很多了嘛，可以再帮我们补充一下嘛？那我们轩轩先好了，轩轩先。刚刚他说大金对，就是一直都是日本方面的他们的品牌都是做很久的，所以我会比较放心。爸爸呢？我的话就是有听过的，就是大金、日立，还有 Panasonic。我那时候因为外观的关系，所以有看到一些比较不是大家那么耳熟能详的，比如说美的空调或是格力。那就让我们来帮大家整理一下设计家的网友们呢，他们最喜欢心目当中的空调5大品牌有哪些？让我们来看一下图表。第1名是日立的。占了31%，第2名是大金，占了24%，第3名是国际牌 Panasonic， 占了22%，第
4名是 LG 乐金，它占了5%，第5名是三菱电机，占了3%。所以其实刚刚有聊过的，其实真的都有在我们的榜上哦。最后帮大家做一个小总结，想要最佳冷房啊，以及最好的省电效果有4大参考重点哦，分别是空间状况、空间坪数、使用需求以及预算抉择。还有啊，安装冷气之前呢，一定要先考虑所谓的空间大小以及安装的位置哦，因为这些安装的工程配备呢，相关的重点一定要先跟设计师讨论，这样才可以让那个冷气发挥到最好的所谓的最佳回风的效果。还有哦，坪数大小有没有西晒，你有没有在顶楼或者是挑高的结构，这个部分都是要特别注意的。这些其实都跟你要安装的冷气的吨数是非常息息相关的哦。最后啊，也要考虑家庭成员的人数，因为人数多的时候呢，容易导致温度升高，这时候呢就需要空调的效能更好，吨数更高了。如果说有特别的规划，也可以在重点的地方装设冷气，例如说近年的屋主非常喜欢在厨房以及像我们家的更衣室安装冷气，让料理还有换衣服的过程都能够更舒适哦。是的，我们节目的最后还是要非常谢谢我们今天4位的来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谢谢大家。最后别忘记，请持续订阅我们，并开启小铃铛。我是住得好，我是卫斯理，下次见，拜拜。